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今天咱们不聊那些光鲜亮丽的发布会，也不谈那些遥不可及的未来愿景，我们来聊点更硬核、更接地气的故事。一个关于 AI、关于芯片，也关于人类智慧与韧性的故事。它像一部悬疑大片，又像一曲激昂的史诗，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和令人深思的片段。想象一下这个画面，2025年3月初的北京机场，那是黎明前的寂静。4个人影匆匆穿梭，他们的行李箱里没有衣服，没有纪念品，只有沉甸甸的硬盘，每人15块，总计80太字节的数据，那是他们 AI 模型的灵魂，是他们日夜打磨的结晶，是他们通向未来的希望。他们不是去度假，而是一场秘密的远征。目的地是马来西亚的一家数据中心，在那里有他们梦寐以求的英伟达高性能 AI 芯片，那些像饥饿的巨兽般咆哮着的计算核心，正焦急地等待着数据的投喂。这简直就是一场现实版的数据漂流记。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魔幻？这场远征的背后，隐藏着 AI 时代最深刻的矛盾与最顽强的生命力。80太字节的数据，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通过互联网跨国传输，可能需要数月之久，效率之低让人望而却步，更别提数据安全和合规性的重重顾虑了。而 AI 模型的训练，对算力的渴求简直是无底洞。高端 AI 芯片就像是 AI 的血液，稀缺的让人心焦。物理携带硬盘，虽然听起来有点原始，甚至是带着一丝无奈的土味，但它能确保数据一次性、快速、完整的抵达那片算力绿洲，让 GPU 这头计算巨兽能尽情吞噬数据，发挥它的洪荒之力。这就像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极限挑战，工程师们在出发前耗费8周优化数据集，调整训练程序，每一个字节都倾注了心血，因为他们深知，一旦数据踏出国门，任何重大调整都将难如登天。这种人肉带货的背后，是 AI 时代数据作为新石油的极致价值体现，以及中国 AI 企业对高端算力近乎饥不择食的渴求。它昭示着，在算力成为 AI 血液的当下，任何能获取这血液的路径，无论多么曲折，都值得一试。这不仅仅是规避，更是一种在极端压力下对技术路径和供应链韧性的极限探索。它像极了逆流而上的鱼儿，即便困难重重，也要奋力搏击。这场硬盘漂流更像是一部无声的史诗，生动地诠释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古老智慧在科技领域的现代演绎。地缘政治的寒风虽然带来了卡脖子的痛，却也无意中催生了中国 AI 企业野蛮生长的韧性和曲线创新的智慧，让他们在重压下迸发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像顽石缝隙中倔强生长的小草，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朋友们，你们肯定好奇，为什么这些工程师要如此大费周章？答案就藏在美国芯片禁令这5个字里。自2022年起，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收紧了向中国销售高端 AI 芯片和其他技术的限制。这道禁令就像一道无形的墙，试图阻断中国 AI 的脉搏，让我们的 AI 发展像被掐住了喉咙，呼吸都变得困难。这些高端芯片就像是驱动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的心脏，它们的力量足以发动网络攻击，设计新式武器，甚至构建庞大的监视系统，提升军方对外国攻击的反应速度。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先进算力牢牢地锁在美国及其盟友的领地之内，不让它越雷池一步。而英伟达等美国芯片制造商恰恰处于中美 AI 芯片供应链的多层中间商的顶端。这种复杂的交易架构让外界很难看清其中是否有人悄悄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这简直是一盘剪不断理还乱的棋局。面对这堵无形的高墙，中国企业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展开了一场场智慧的突围，像一个个机敏的游击队员，寻找着突破口。首先是国产芯片的替代，在某些领域，
中国的 AI 开发企业已经能够用国产芯片替代美国芯片，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这就像是科技界的一场炼金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 AI 芯片产业的整体水平目前仍处于世界中等，尤其在上游设备和材料环节，仍是我们的短板，技术突破的难度可想而知。那简直是攀登珠穆朗玛峰般的艰巨，但在下游应用方面，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这就像在田径赛场上，我们在长跑项目上遥遥领先。虽然国产 AI 芯片在高端训练和推理方面与英伟达这样的巨头仍有明显差距，也面临着高成本、长周期、人才短缺等挑战，但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比如华为即将推出的升腾 910C 芯片，据说性能已经可以与英伟达的 H100 媲美，这简直是振奋人心的消息。还有像 DeepSeek 这样的中国 AI 新创公司，甚至能用看似低端的芯片开发出性能优异的 AI 聊天机器人，这简直是算法和工程智慧的胜利，证明了巧妇也能用粗茶淡饭做出美味佳肴。其次，通过第三国走私硬件，也曾是某些企业铤而走险的选择，但业内人士告诉我，近几个月来，这种做法的操作难度越来越大，部分原因就是美国施加的压力，像一把无形的锁，让这些旁门左道变得难以通行。你瞧，新加坡当局在今年2月份就指控了3名男子，他们涉嫌谎报采购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英伟达服务器的最终目的地，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甚至还有些离谱的传言，说什么走私者把芯片藏在活龙虾里，或者用假孕妇来蒙混过关。这听起来更像是电影里的情节，荒诞的让人哭笑不得。虽然英伟达自己都对此表示嘲讽，认为美国企业应该把心思放在创新上，而不是编造这些荒诞的故事，但这足以说明这场猫鼠游戏的激烈程度，双方都在拼尽全力。最后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将数据转移到中国境外，以便在东南亚和中东等地使用美国的 AI 芯片。这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开端，一场充满智慧与风险的远征。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风险。美国商务部在指引中明确指出，如果相关芯片的研发和生产技术或软件未经授权取得，或者相关企业属于受限制主体，都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管辖。这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更让人头疼的是，远程访问受控物项何时能正式通过立法纳入受控行为，以及如何对云服务提供商提出合规要求，这些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像一团迷雾，让人捉摸不透。一旦被认定故意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那后果可是相当严重，可能面临刑事罚款，最高可达2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行政罚款也可能高达每项违规364992美元或交易价值的2倍，简直是天价的惩罚。这场从国产替代到硬件走私，再到数据出境训练的策略演变，就像是一部不断螺旋升级的科技战，它迫使双方都在重新定义战场和武器。美国试图将出口管制的触角从实物延伸到虚拟的算力服务，而中国企业则在不断探索法律和技术边界，寻找哪怕一丝喘息的空间。这种动态的博弈，使得传统的出口管制概念变得前所未有的模糊和复杂，简直是给全球科技界出了一道难题。我认为，美国的芯片禁令短期内确实给中国 AI 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获取高端芯片变得困难，成本也水涨船高，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这种外部压力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自主研发动力，像被压紧的弹簧，积蓄着更大的能量。国产替代不再是口号，而是生死攸关的战略。华为升腾芯片的进展，以及 DeepSeek 用低端芯片实现高性能的案例，都表明中国在自力更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让人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韧性、
从长远看，如果中国成功突破芯片瓶颈，建立起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那么美国的禁令将失去其效力，甚至可能反过来成就中国 AI 产业的独立性。这把双刃剑，它在短期内确实制造了障碍，但同时也无意中加速了中国本土 AI 芯片的研发和替代进程，激发了中国科技界的求生欲和创新力。这或许会促使全球 AI 算力布局发生战略性转移，最终形成一个更加多元和去中心化的全球 AI 生态，那将是一幅更加广阔的画卷。说到政策，华盛顿的变脸速度简直比川剧变脸还快，让人眼花缭乱。这就像一场没有剧本的政治大戏，把全球科技巨头，尤其是英伟达，都搞得有点精神分裂，简直是哭笑不得。我们先回顾一下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在任期最后数日，他们提议对各国购买美国芯片实施分国别的采购限额。这个规则把全球国家分为3级，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第3级国家被全面禁止获取芯片，而像墨西哥、葡萄牙这样的第2级国家则受到数量配额的限制。海外买家甚至需要同意涉及芯片使用限制的国家安全条款，其中可能就包括禁止中国企业接触这些芯片。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通过限制先进 AI 技术的出口，来维持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像守财奴一样紧紧捂着自己的宝藏。然而到了今年5月，特朗普政府却宣布要撤销拜登政府时期拟议的 AI 芯片分国别限制举措。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拜登的规则过于复杂，官僚主义严重，会阻碍美国的创新，而且给英伟达和其他美国公司带来了不必要的监管负担。这就像是给高速行驶的列车系上了不必要的枷锁。特朗普本人也曾公开批评，认为这种政策限制了 AI 技术创新，甚至可能被用于言论审查。这种观点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发布了指导意见，警告美国公司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客户使用美国 AI 芯片训练中国 AI 模型。这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一边放开，一边又警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简直是左右互搏，让人看不懂。在这场政策的罗生门里，英伟达的苦衷和挣扎显得尤为真切。英伟达对外事务副总裁奈德·芬克尔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新措施可能会破坏全球创新和经济增长，削弱美国的竞争力，最终损害创新本身。这简直是杀鸡取卵。黄仁勋更是痛心地表示，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是失败的。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经从拜登政府初期的 95% 骤降至目前的 50%， 这简直是割肉般的疼痛。H20 芯片出口受限，可能导致公司损失高达150亿美元的销售额，甚至不得不计提55亿美元的库存损失，真是损失惨重。尽管如此，英伟达仍在积极寻求应对策略。他们计划在上海设立新的办公空间，以在中国持续深耕，并确保产品符合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这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黄仁勋对中国市场依然抱有巨大希望，他预计2026年中国 AI 市场规模将达到500亿美元，认为未来几年中国仍是英伟达的巨大机会。这就像在沙漠中看到了绿洲。整个美国半导体行业也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浪，他们普遍认为限制先进芯片的全球流动，就像是给技术创新的生态系统套上了枷锁，不仅会增加美国企业的研发成本，还会阻碍市场的快速迭代，最终削弱美国吸引全球人才和投资的能力。这简直是自缚手脚。他们担心这些新措施会把美国企业置于不利地位，让芯片消费者转向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从而削弱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打击国内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真是得不偿失。更有甚者，他们认为政策声称保护国家安全，
但限制范围却包括了许多已经被广泛应用的主流芯片，这显然难以对高端军事或战略用途构成实质性风险。而过于复杂的许可流程，反而可能导致市场机会被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迅速填补，这简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我认为华盛顿的政策变脸并非儿戏，而是政治博弈与商业利益之间永恒拉扯的缩影。国家安全固然重要，但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生存和发展同样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石。这种反复恰恰揭示了美国在遏制与自损之间进退维谷的困境，也让全球供应链在不确定性中不断变形，就像一张不断被撕裂又缝补的网。从长远来看，美国的管制政策是否真的能有效阻止 AI 技术扩散呢？一些分析师认为，过于严格和复杂的管制不仅无助于减轻威胁，反而会削弱美国自身的全球竞争力，甚至可能导致市场机会被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迅速填补。这就像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有观点认为， AI 作为未来的水和电，其技术曲线趋于平缓，模型商业飞轮尚未闭环，过早过严管制可能影响创新。如果美国企业因管制而失去市场份额，其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可能受损，反而会倒逼其他国家自行开发更高效能的芯片，或寻找替代方案，最终削弱美国对技术出口的控制力。甚至有人直言，除非美国本土企业在模型能力上有绝对的代际领先优势，或者能通过美国连接点迫使盟友企业一致行动，否则没有绝对技术领先优势，没有多边协同的管制，反而可能导致像 Mistral 这样的域外企业趁势崛起。这简直是替他人做嫁衣裳。美国的管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进行一场自我消耗，它试图逆转技术扩散的自然规律。但 AI 作为一种基础能力，其普及性和不可逆性将挑战任何试图完全围堵的政策。最终，创新和开放才是技术进步的真正驱动力，而过度管制反而可能成为阻碍自身发展的绊脚石。这就像是一堵自建的围墙，最终将自己困在其中。当北方的寒风呼啸而过，南方的暖流却悄然涌动。在华盛顿的政策迷雾中，一个又一个算力绿洲正在东南亚和中东拔地而起，它们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全球的目光，也吸引着那些渴望算力滋养的 AI 种子，像一片片生机勃勃的希望之地。东南亚地区正成为全球 AI 算力的新高地。你可能想不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中心容量已经接近2000兆瓦，这几乎相当于欧洲最大的数据中心市场伦敦和法兰克福的总和，简直是惊人的数字。这片热土吸引了海量的投资，仅仅过去1年半，马来西亚就吸引了英伟达、微软和字节跳动等公司超过25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建设数据中心，简直是巨额投入。马来西亚在今年3月和4月从台湾进口的 AI 芯片和其他处理器价值高达34亿美元，甚至超过了2024年全年的进口总额。这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算力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在印尼，英伟达计划与当地电信公司合作，斥资约2亿美元在中爪哇建立人工智能中心。预计印尼的数据中心市场在2023年至2028年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惊人的14%，简直是势不可挡。而在泰国，华为已经建立了东南亚首家 5G 生态系统创新中心，并计划设立第3个数字中心。阿里云的泰国数据中心也已启用。微软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纳德拉更是宣布，未来4年将向马来西亚投资22亿美元，用于建设云计算和 AI 算力基础设施。这就像是给这片土地注入了强心剂。这片区域之所以能成为算力绿洲，绝非偶然，这里有各国政府的鼎力支持，他们纷纷出台政策，加大投资，加快数据中心建设，
甚至提供税收减免等财政优惠，简化入驻流程。这就像是给投资者铺好了红毯。印尼年轻的人口结构和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基数，为数据中心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像一片亟待开垦的沃土。更重要的是，东南亚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方面潜力巨大，这与数据中心行业追求清洁、可持续能源的趋势高度吻合，简直是天作之合。中国企业也在这片热土上深度布局。一家北京科技公司就接手了马来西亚一家数据中心200台 AI 服务器的租约。为了降低监管审查风险，中国公司甚至在马来西亚注册了实体，将3名马来西亚公民列为董事，这简直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中国科技公司万国数据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建设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园区1期已经投入运营，并与印尼投资局合作建设数据中心平台。广西北投信创更是与马来西亚公司共建了中马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甚至共同开发了马来西亚大模型，这标志着深度的合作。目光转向中东，这片沙漠中的土地也正掀起一场算力崛起的浪潮。英伟达宣布向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出售数十万枚 AI 芯片的交易，这无疑是给中东的 AI 雄心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像沙漠中涌动的清泉，中东国家将 AI 视为助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新希望，他们渴望通过 AI 推动经济多元化，摆脱对油气资源的过度依赖，这就像寻找新的生命源泉。而中国与中东的合作正呈现出双向奔赴的态势，中东的资金和中国的市场技术在这里热情碰撞，擦出了绚烂的火花。沙特阿美等中东企业在中国加快布局，而中国企业出海中东的步伐也在提速。比如商汤科技就与沙特 Sila 合作打造智慧文旅产品，并建设 AI 超算中心。沙特基金投资中国智谱 AI 的案例，更是体现了中东对中国 AI 技术的认可和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这简直是强强联合。在这场全球算力布局的淘金热中，海外投资者也嗅到了巨大的商机。马来西亚一家家族办公室的主管 Adam Uie 就向一支收购 AI 服务器用于租赁的基金投资了500万美元。这支基金已经获得了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客户，购买了数百台英伟达服务器，安装在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Uie 激动地表示，有人说服他，这是一项回报有保障的业务，应该在规则收紧之前迅速行动。这简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投资。AI 算力租赁业务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折旧、数据中心日常运营以及人员成本。布局 AI 算力的上市公司涵盖了 AAS 云服务厂商、传统 IDC 服务厂商、AI 算力用户向上游扩张，甚至还有跨界布局第二增长曲线的企业。这像一片肥沃的土壤，吸引着各路资本。然而地缘棋局中的微妙平衡也无时无刻不在上演。新加坡当局就指控了3人谎报采购英伟达服务器的最终目的地。他们明确表示，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义务执行其他国家的出口管制，但绝不容忍企业利用与新加坡的联系来规避这些管制。这就像是给投机者敲响了警钟。东南亚国家普遍将美国重组亚太供应链视为战略机遇，认为可以从承接中国供应链转移中获得明显收益，但同时他们也试图通过借力大国竞争来制衡大国影响，维护自身数字主权和安全。这就像在钢丝上跳舞，需要高超的平衡技巧。中东国家也奉行多边平衡外交，沙特和阿联酋虽然与美国关系密切，但也在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他们绝不会为了美国的技术遏制政策而牺牲自身利益。这就像精明的商人，懂得趋利避害。我认为芯片禁令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将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重心从传统中心吹向了东南亚和中东。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应链转移，
更是一种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去中心化和多元化进程。这就像是全球 AI 版图的重塑，这些新兴的算力绿洲正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战略考量，在全球 AI 地缘棋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连接东西方科技资源的桥梁。这简直是搭建了一座无形的桥梁。算力租赁市场正经历一场淘金热，投资者们嗅到了 AI 作为新电力的巨大商机，纷纷涌入。然而这片绿洲并非没有暗礁，地缘政治的波诡云谲，以及各国监管政策的不断演变，都可能让这场看似回报有保障的淘金之旅充满未知的风险。这就像一场刺激的冒险。故事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疑问：这场猫鼠游戏会持续多久？中国 AI 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求变，中国企业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规避管制，而是积极的寻找新的路径，比如在海外注册实体、优化数据，甚至将数据物理出境。这就像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重压之下，中国 AI 企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创新力。国产芯片虽然仍有差距，但正在加速追赶，并已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像一颗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像 DeepSeek 用低端芯片实现高性能的案例，更是告诉我们，算法的优化和工程的智慧，有时能弥补硬件的不足。这就像是巧夺天工的艺术。有观点认为， AI 作为一种基础能力，就像水和电一样，最终会走向普及和民主化。任何试图完全围堵的政策都将难以奏效。这就像堵不住的洪水，总会找到宣泄的出口。长远来看，决定 AI 发展格局的不是一时的管制，而是持续的创新能力。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谁能更好的拥抱开放，激发创新，谁就能在未来的 AI 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像一场马拉松，耐力才是关键。美国管制政策对自身科技巨头造成的损失，以及对全球供应链的扭曲，都在提醒我们，杀敌1000，自损800的过度管制可能带来自我消耗的风险。这简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AI 技术如同春日里的野草，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可阻挡的扩散性。地缘政治的寒冬或许能暂时减缓它的生长速度，但无法彻底将其扼杀。它总会找到缝隙，冲破束缚，向着更广阔的天地蔓延。这就像生命的力量，无法阻挡。这场芯片战的最终胜负，或许并不在于谁能卡住谁的脖子，而在于谁能更好地拥抱创新，适应变化，并最终让 AI 的甘霖普惠人类。只要技术差距和地缘政治紧张存在，这种规避与反规避的猫鼠游戏就不会停止，它将不断重塑全球 AI 产业的格局。东南亚和中东等地区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他们在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平衡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场 AI 芯片战正在悄然改变全球科技竞争的范式，它不再仅仅是硬碰硬的芯片制造能力之争，更是一场关于软韧性的较量。谁能更快地适应环境？谁能更巧妙地化解危机？谁能更有效地激发创新？谁就能在未来的科技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智慧才是最强大的武器。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见证着科技与地缘政治交织出的复杂画卷。所以你看，朋友们，这场围绕 AI 芯片展开的全球大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要复杂。它不仅仅是技术与技术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与商业利益的博弈，是创新与管制的拉锯，是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的交织。未来会怎样？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AI 的浪潮不会停止，它会像滔滔江水奔涌向前，冲刷着旧的格局，塑造着新的世界。而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中，那些拥有智慧、韧性和开放心态的玩家终将乘风破浪，驶向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
你认为 AI 的未来会走向何方？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吧。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